在加拿大生活，他们都会很关心你来到加拿大，那你们父母怎么办？所以您其实是有这方面的一些不好的经历的。是的。肥头、肥身子，然后小短腿儿。这为什么有5条腿啊？这就很正常。孩子在画画的时候，就逻辑上面，他不像成年人或者大孩子那么严谨，他思考的东西就不在这个上面，他很愉快。我很喜欢他这个作品。我对学校所有人的要求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一定要保护他们的这种原创。这些形态各异的马都是孩子们的作品，冉老师将它们布置成了一个小型的画展。他在渥太华开办美术学校已经15年了。90年代四川美院毕业的大学生，在渥太华寻找着怎样的艺术之路呢？Frank 怎么称呼您？我姓冉，冉谋。OK，那您带我们看一下您这个画室吧。好，带你们参观一下。天才美术学校。渥太华天才美术学校，我们的英文名字是 Talent Color Art School。我们就是除了我们有美术专业的课程，我们还有各种 camp 啊。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我们学校也是好多年都没有搞活动了，所以我们把这个现场都要整体都要全部拆一遍。我对画不是非常懂啊，我这画分什么油画什么，就是画种来说，对，种类不同是吧？咱们这边是具体是，我们什么都有，因为我们是按年龄段，我们最小从4岁就可以开始入学，然后一直到他这个学生他要考大学，准备作品集就是18岁加啊。然后我们还有成人，所以我们学校的课程都是很综合性的。所以我们这个学校成立20年了。就是在渥太华这边已经做了20年了。我在渥太华今年是第14年。然后我以前是从 Montreal 搬过来的。5岁了，我们疫情的时候养的。好大一只，叫什么名字？中文叫糯米，英文叫 Numi。Numi 是个人的话，他就是个暖男性的。您是哪里的呀？我是四川人，我是重庆人。重庆人我四川美院毕业的啊，所以我在重庆读的大学。那您当时学美术这个是因为您自己感兴趣啊，还是家里人？自己感兴趣，完全是自己感兴趣。你家里有没有做这一行的？没有。您上大学是哪一年？在国内？我是96年的。那挺早了，挺早了。很早了，对。对。那时候大学生那真的很值钱呀。那个时候啊，考美术学院啊，那是典型的门槛很高，门很窄，毕业以后我分到的是四川省电影公司，它是四川省文化厅的下属单位，就是那个电影院，顶上有那种大型的那种巨幅海报，然后呢，我们那会儿的海报全是过手绘，趴在脚手架上面。去画海报，那我当时大学毕业就分到那个部门，但是我幸好运气比较好，没画1年，画了很短的时间，然后那会儿就开始有喷绘啊、广告啊这些了，然后就开始慢慢这个手绘的就少了。那后来您做什么？我们下面就成立了广告公司，就是做宣传电影的宣传发行。那您这是国内正儿八经的这个影视从业人员，专业的。帅。那你应该见过挺多明星。我见过很多明星，张艺谋啊、姜文呐，这些导演，这个我们都接待过的。然后还有国内的大咖的级别的。我这个工作干了将近小10年吧。我是05年出的国，05年的到的加拿大。按理来说，您这个工作非常稳定，也非常好。那您是什么契机想着要出国，来到加拿大这种苦寒之地啊？是，人家说这个来加拿大叫流放宁古塔，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你看这漫天冰雪，现在都3月份了，这些冻死人的。我05年是落地在温哥华，在温哥华待了1年多，不到2年，然后又到了蒙特利尔。我当时推开机场那个门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就觉得自己真的是被流放，被放逐了，被流放。为什么我要到这个地方来？我觉得我这个人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我就不想过那种一辈子就是我能一眼看到头的这种生活。我特别烦这种一成不变的东西。
你说来加拿大这几年，我也反思过，哎，我为啥不待在那个地方那么清闲？就是那会儿的工作真的是就是养老啊，就是你20岁你就可以进入一种养老阶段，工资也还是不错的。然后呢，你又是国家干部，那会儿还新叫国家干部。是。那您这放弃相当多的东西啊。那你这个当时是怎么就能下定决心放弃这些东西来到这个地方？我也说不清楚，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年轻。你比方说，也许现在让我做这个选择，我可能真心不会那么快决定了。哎，这边。好，谢谢。你宁愿放弃那些，你也要去尝试一些未知的东西，是吗？对，我其实可以认为我是一个敢爱敢恨、敢说敢做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我可以为了什么东西而放弃我已经得手的东西。如果我自己的孩子是这样子，我可能反过来会去劝他，你得到的东西你没有去珍惜，也许会这样子了。但是当初的我其实可以义无反顾的去放弃很多。这个呢，平时就是我们作品集班的同学。那作品集班就是指，一般就是11年级、12年级，他们要考大学的，然后呢，而且他们会选择这个艺术专业的这一类的同学。这作品看起来明显就比之前的专业很多，是吧？对，你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他们真是很多各种技法。有些同学他目标很明确，比方说未来他想做插画，他想做动漫，或者做游戏，那么我们会根据他们的这些对专业的要求，然后去设计课题。在加拿大这边申请艺术学校，它跟在国内有什么不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它是叫考试嘛，对，大家就是艺考，但是在加拿大这边呢，它是作品集。就是他不需要现场去考试，你需要这个学生一个艺术生，你需要准备一个作品集，这个作品集要概括你作为一个艺术生，你可能学了10年，你可能学了5年，你甚至可能学了1年，那么你对于艺术的理解，你需要交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品，让这个招生官能够看到这个作品能够感受到你这个学生未来适不适合在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点你适不适合学艺术？那你也不是要求现场在考场画，你怎么确保它的原创性？对呀，这个我们很多人都就是在刚开始，我们很多人都认为，那如果这样子，我们可不可以作假呢？对啊，我去请个老师，花个重金买个枪手就帮我做作品集，可以啊。你可以达到这个对吧？你也可以入大学呀，对。但你能不能读出来呢？因为你这个艺术它是需要有基本功的，这个是作假做不来的。你的老师，你的帮你画的人，他不可能一直帮你做作业呀。是。所以当。And all of them, every single one has been coded by number. 好嘞，你先聊着啊。是想让他画画作为一种兴趣爱好啊，还是说之后有机会作为职业的发展，或者说读大学的时候你就想给他申请艺术院校？实话实说，我没有从将来走专业路线这个角度去考虑。因为我觉得更多的学画画、学美术是一种美育的教育，而且画画这个东西，它不是只有你去做画家，你去画插画，去从事相关的工作，它才有用。它在你将来的各种行业当中，它都有可能发挥作用。5、6岁就在这里学画画，那很多年了。5、6岁，12，那有5、6年了。对。那您把他送到这种专业的机构来学习，您的想法是说未来让他可能走一个专业的道路，还是说就是只是做兴趣爱好？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爱好，我觉得这个爱好也挺好的。因为我自己也喜欢画画，然后我也是业余的，但是我会在平常告诉他怎么样去观察，就是发掘这个世界的美好。来您这边学习的这些孩子，包括他们的家长，对自己来这边学习有个什么样的期待？比如说，我就是对这个艺术感兴趣，我想来培养一门兴趣爱好，还是说，我就想通过这个东西来达到升学，或者说甚至之后就业的这么一个想法？80%到90%的家长其实还是觉得，他们送孩子来上课，主要还是因为孩子都喜欢。他们会认为，
学艺术未来的出路可能不一定好啊，就是说，可能我们这边尤其渥太华很多家长，他们自己是从事政府工作的，做 IT 的，他们可能会觉得我的孩子艺术美术好，音乐好，把它作为一个兴趣爱好就很好了，他没有必要走专业。从事这个美术教育的教学的方法和目标和国内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太大了。因为在国内它是一个应试制的教育，它是需要很多的人，那么大家都要挤进那个门里面，那么他必须要去择优，那么在这个择优的过程中，他就要考试了，大家都很厉害，那么90分厉害，那人家还有98分的、99分的，而且中国的这个美术，它是发展来自于苏联的这个教学的这种模式体系，它呢就是强调基本功，注重技法的学习。美术2个字是2个字，美是美育，培养你的欣赏能力，提升你的美育美感。这个术是什么？术是技巧。中国的现在的这个教育呢，就是艺术生，尤其对艺考生来说的话，它更强调的是这个术。我的闺蜜，她的女儿就是今年的艺考生，就是每次的课程就只画这3种类型，就是素描、速写和色彩，他们就只画这些。这个画画呀，它是一种学艺术啊，它是一种感觉，一种情感的东西。它需要怎么说呢？去滋润也好，或者是去滋养你的这种艺术灵性。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说，可能这个3年，高中这3年，他们完全没有，他们只是在一种机械式的这个模仿学习，可能是被动的，甚至都有。因为我知道现在好像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即使高1之前你没有学过画画，那么像有一些培训机构，它是可以保证你速成。那在加拿大这边呢，它更看重的应该是美这一块，而美这一块它更看重的是强调的是个人的感觉。那我总结一下，就是中国的教育体制，我也是从中国教育体制出来嘛。中国的教育体制更多的是一种选拔机制，对吧？选拔一些比较刻苦的人、比较聪明的人，把他给选出来，但并不是说培养就能培养出来一个大师、一个艺术家，他并没有时间去培养他的美学和美感。但这边的很多人可能并不指望以这个谋生，只是作为一个兴趣爱好，反而可能能激发放大他的这个艺术的天分，是这个吗？可以这么理解。我每个节目都有个固定的问题，就是我会问每一个人，你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这里生活？我不知道现在你们怎么看到的我。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应该是属于那种放在人堆里面就那种特别扎眼的那种。为什么呢？就那个时候的人，我是那种特别高调，特别张扬，因为那会儿年轻嘛，什么都不怕，就是就想展示自己，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不适合在那种体制类的那种环境啊。正好加拿大那个时候它的移民政策是友好的、宽松的，所以说我们就过来了啊，它是这样子啊。那您来了之后，这一待就将近20年，那你又是什么理由促使你决定我接下来就在这里生活了？我觉得我，所以说到这个问题，又可能会体现我这个人是个很矛盾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职业可以干到80岁，只要我能干得动啊，我不说退休，我可以一直干，就像老中医一样的，说不定我干的时间越久，我积累的经验越多，那么我只要有这份热情，我还足够健康，我就可以一直干下去，然后我这辈子我无怨无悔。所以想到这些东西，我觉得挺值的，来加拿大。您觉得是有收获的？我觉得是有收获的，就是我的人生至少是改变了的。那如果现在让您再重新选择一次，还是会来加拿大吗？哎呀，如果我曾经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无数次，我这辈子其实有一个遗憾，遗憾在什么上面呢？就是我这个出国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对于我的父母，因为我的父母培养我的时候就跟我讲过，说意思就是说你去奔你自己的前程，我们不用你操心。但是现在我开始在给我的孩子灌输，就是叫，父母在不远游。我开始讲，你逐渐传统了，你比你父母更加保守传统。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这是有原因的。
那您父母现在还健在吗？不好意思啊。这个问题也是很多网友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也发了很多视频，很多人在加拿大生活，他们都会很关心，你来到加拿大，那你们父母怎么办？所以您其实是有这方面的一些不好的经历的。是的。因为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父亲是癌症走的，走了几年了。然后我母亲呢，现在海默茨综合症，就是老年痴呆，现在住在养老院。就是说我父亲因为从生病到去世来得很突然，我其实时至今日，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恍惚，我就觉得他就像没有走一样。因为他去世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国，他走之前1年我回中国去陪了他1个多月。然后呢，后来我父亲很体谅我，他走之前就是立下遗嘱，是说不让我回国。就是说他知道他要走，他都还是想着我的。他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下的遗言就是说，你该尽的孝你已经尽过了，就不需要搞这种形式。但是我说这种无力感就是这样，就是说你那个时候知道你想去看他最后一眼，但是你没有办法。对，距离在哪？距离太远了。所以有时候你在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道路。是，我完全赞同你说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你不能说是因为你的父母把你生活在农村或者生活在县城，那么你为了像报恩一样的，你长大了以后你也必须生活在那个地方，对吧？你有你自己的一个，但是我现在可能表达的只是一种情绪了，而且这种情绪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在你现在这个年龄段，你都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可能是因为又到了我这个年龄了。我可能更多的就是可能有开始怀旧啊，可能开始这个人的多愁善感。在这里让你find my peace， 在他乡我慢慢学会坚强。In this new place I finally belong， 每个故事写下了希望。Here's where I stay, this is where I'm strong.